我来带路。我知道路。我觉得那个一居室还挺好的，但是要押一付三，就对我来说压力还是挺大的。不过之前朋友提过，就是要不要一起合租，然后今天我们就一起吃个饭，再问一下。嘿，阿姨好。嘿。虽然我们关系是挺好的，但是就是他妈妈也在，不知道方不方便。前2天有。我打哈欠打一半。我说，所以你前2天有去看吗？就不是原本想的那样，就是。所以也是 loft 还是说？不是平2室的。原本想的是2室，但是基本上都是那个。有，但是就是比较超出的那个，你懂的。滴。Yes。反正还行吧，看啊，就是我觉得可以再看，考虑一下。哎，我想就是我那天跟你不是提到吗？就小提了一下。没事，阿姨。那我当然是 OK 了。你确定？真的？当然。妈妈说：“那我走。”那我走吧。没事，阿姨。你俩说悄悄话不有影响吗？走进我房间交流一下。行。一拍即合。吃零食吗？不是，你先看一下啊。行。去厕所，老伴回头。悄悄话。请。你们悄悄话之前的这个仪式。悄悄话。前几天，有跟你小提了一下。如果真的可以的话，今天是我提出这个意见，然后我怎么开口？我觉得我直接问就好，因为有的时候我妈确实也是不在北京，然后她也很想回天津那边，但是她不太放心我自己一个人住。反正我是感觉她应该是很乐意你，因为你也知道了，我妈也很喜欢你了。那这样吧，要不咱们还是请问一下阿姨，但我觉得不知道怎么开这个口。哎，顺着她的话下去吧。可以。好紧张，我天。哎呦。因为是啊，我闻到。我给你找，我那天真的。可爱。阿姨说：“你们说呀，我都调低音量了。”妈妈就在等他们自己讲。哎，我都想帮你问了。早晚都得开这个口。你俩刚才厕所说啥呢？说什么呢？忍不住了，妈妈忍不住了。没事儿，我阿姨知道你是不是找房子，在找房子啊？那你找什么房子就来我家住呗，我们家也空着。再说你来了，我就能回天津了，对吧？你别出去找房也不好找，再说你自己住也危险，住吧啊！你俩住我就放心了，超级放心。那天他跟我提，他说你在外面找房子，其实我就说了，找什么房子，住这儿呗。好温馨啊！他现在是什么？有一点紧张。他现在紧张什么啊？跟自己家人一样。你知道这就是你自己家，没事。阿姨真的很好。如果你今晚
有点，就是有点快。今天才去看房，明天入住，拎包入住行吗？我这边拎包入住，那我随便了，随便，没有，随便吧，随便了，随便。来了。Hello，阿姨，好久不见。不用总买东西。没事，第一次来吃饭。哦，你第一次在他家吃饭？对啊，我没有在这吃过饭。那我赢了。哇，好丰盛啊！我拿手机，你跟我一起坐吧。好，那我在这边。走一个吧。干杯，阿姨，来，这是什么？阿姨，你喝的是？啊，别跟我，你随意啊。我随意。昨天那个，我们俩看那个电影，奇迹，突然开心了。我现在觉得我好像就以前被保护的太好了，想要好一点的环境啊，想要自己想象那种生活，这还是要向现实低头。我觉得最重要还就是谢谢他们，在我这个时期给了我另外一种温暖，挺难得的，很不容易遇到吧？我觉得，谢谢。就流到我腿上了。主要是不要流到他腿上。哎呦，太好了，这个片子。所以你现在跟朋友合租了吗？已经？对，就阿姨很好，一家人的感觉。那你现在会有这样问不太好，你会有阴影吗？在看房子这个事情上？所以我就说很酸，就是因为其实也不是说租不起，但是会觉得说没有必要再去额外去找父母要这一笔钱，因为这是你想要的，不是你需要的，所以会造成他们的负担。懂，对，就只是觉得他说的还挺对，就是因为在打拼的阶段，但我好像一直顾虑的东西不是在正确的方向。我觉得没有啊，我觉得他说的并不完全正确。是吗？就是我们为什么要去工作，为什么要去努力，是因为你有一个目标，你有一个憧憬，你有一个，比如说像你说的，你自己的一个家，你一个温暖的地方。我不是为了忍去做这个事情，我可以接受不太好的，但是不能说是忍耐，或者是你不要有这样的想法。所以，没有，我是哎呀，哎呀，就是这是正常的。他说的不对，你不要这样想，就是很有希望的。就是我是觉得，就是你不管是遇到别人跟你说了什么打击你也好，或者我本来就有预想也好，你总有那个心理过程。我觉得是因为刚才那个过程当中，他全部把自己心理活动完全讲出来，一会儿又很心酸，一会儿其实一句挺好的，就是向现实低头。对，就是在不停的心里的那种和解跟妥协，其实这就是一个成长的过程。我觉得可能也因为妹妹她从来没有租过房子，对，只是没有经历过而已。第一次租房，然后又是被图片给诱惑到。对，总之就是经历了一个主观世界跟客观世界的碰撞，结果终于发现哦，一道裂痕，那怎么办？是不是就要跨越？是不是要爬上来？这是一个很简单的道理。我其实看到你的宿舍的那个就那个状况，我也感触很深。其实，在自己现有的条件下，把我自己的日子过得很好，所以我没有那么担心你之后的生活会不好。为什么呢？因为就算是你住在一个你一开始没那么喜欢的房子，以他的性格，以他喜欢的那些小的设计啊，给自己打造啊，那个地方就会变成一个，甚至有一个可能住豪宅的人去你家都会羡慕的一个家。我想，因为我看这片子很有感触，就是会带入到我妹妹。我妹妹也是一年的，然后也是从去年刚来北京，然后妹妹就比较幸运，大学毕了业直接来北京跟我工作，然后跟我住在一起。然后我在想，如果这些就是你经历到的，我妹妹去经历，她会不会也会偷偷抹眼泪，会哭？我刚说起鸡皮疙瘩那段，真的是她，我觉得她很勇敢的是会调节的很快，就是哭完眼泪一擦，没事儿，我觉得这样挺好的，我可以，就这里我可以把它做得很好，这也是我非常佩服的一点。就还有看到最后比较温情的那一趴，就觉得有朋友真好。真的，刚才阿姨去讲那些话的时候，我真的有点被戳到的感觉。
主要是最后没有选择在外面租房子，也是因为就是阿姨就让我感觉就是很像家的感觉，妈妈的那种感觉，就真的很像妈妈。她不是说很因为可能节目或者什么，然后她刻意这样，就她平时之前她就是这样，就是对我，然后也很信任我，然后也跟甜甜说她真的很喜欢我什么的，就是带我，就是让我感觉我好像在这个地方也有家。那你有跟你爸爸妈妈讲吗？有，就是一些像你遇到的困难和一些东西，你有跟他们聊吗？困难那些这种我就没有聊，但是有让他看一下，让他看一下房子什么，就不想让他们担心。对，一般都是这样的，咱们报喜不报忧。所以现在拥有自己的世界，快乐吗？跟自己的姐妹在一起，很快乐。那个床我都可以这样翻。你们是自己一间是不是？对，但是如果阿姨来的话，我们两个就一起睡，就还挺好的。挺好的，一直身边被温暖包围着，挺好的。妈呀，但这不就是财富？这个可比你有钱重要多了，我觉得。对。我觉得这件事情还是让我成长很多。下次就有经验了。